在湖北長陽的深山裡，竟隱藏着一座神秘古建築。它鑲嵌在垂直的懸崖絕壁上，放眼望去，宛如一道巨大的城牆，屹立於群山峻嶺之中。洞口處修築着一道牌坊式山門，將洞內景觀嚴實地遮擋在視線之外。在這數百米高的絕壁之上，古人為何要冒着生命危險修建此處？又如何將建築材料運上懸崖？想要抵達這裡並不容易，需翻越高山，穿過茂密森林，徒步1小時才能靠近。這一切都充滿了未解的謎團。接下來就跟隨我們的鏡頭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北的大山裡，在這邊發現了一個神秘的洞穴。洞內有一座古老的建築，就鑲嵌在幾百米高的懸崖絕壁，它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至今有多少年了，都是一個未解之謎。古人又為什麼會把建築修建在這麼險峻的地方？走吧，我們現在就帶大家上去一探究竟。哇，你們快看，這邊有好幾棵橘子樹呀！但是可以看出，這是當地的村民種植的，上面都結滿了果實。遇到這種情況的話，不要亂摘，要是被抓住的話，會被罰款200元。你是今天不想吃橘子吧？不然你早摘了。人家辛苦種植的，還是不要隨便亂摘了吧。走，我們接着往上面衝。這裡前不着村後不着店，我們現在的位置是位於湖北長陽縣金彭村的大山裡面。這裡特別的偏僻。剛才我們問路的時候，聽當地的村民說，這山上有時候會出現野豬，一不小心可能就遇到了。誒，這棵樹上怎麼掛着一個瓶子呢？這邊有一條岔路，難道是從這邊上去嗎？這應該是記號吧。哎呦，這個刺好扎人啊！會不會走錯了？哎，前面有路，我們接着走走看吧。哎，你看那棵樹，不知道是被砍的還是被風吹倒在那裡的。也有可能是雷劈的。這上面好多落葉呀，踩在上面非常的滑。這段時間秋冬了，很多動物都已經快冬眠了，應該不會遇到蛇之類的了。哎呦，这路還是蠻陡的，彎彎繞繞的。哎呦，沒走幾步路就喘得不行了。哎，這些岩石好奇怪呀，像是用水泥鑲嵌在裡面的。哎呀，一點鬆動的痕跡都沒有。哎呦，這裡還有2根木頭樁子在這裡，應該是當地的村民在這裡砍柴，用來做飯，或者鋸這個木材回去修建房子也可以。
你看那棵樹還是挺漂亮的，紅色的，应该是枫叶吧？枫叶这段时間不是變成黃色的了嗎？這路上都有一些蜘蛛網，看來今天還是沒有人上來過。因為這裡太偏僻了，在大山的深處，一般還是很少有人來這裡。哇，這是蘑菇嗎？應該不能吃，有一點像木耳。應該就是木耳吧，有點像樹漆，對吧？嗯，對。哎呦，前面有一些石梯了，感覺像進入了一個迷宮一樣。我們剛才是從那邊的山腳下走上來的，差不多走了30-40分鐘。不過一路走上來呢，岔路口實在是太多了。不過還好，當地的村民呢在這樹枝上記了一些標記，跟着走應該就不會錯了。哇，就在前面呢，這裡已經能看到了，就在那邊的懸崖絕壁中間，看見沒？那白色的。哇，這裡還是挺高的。從這邊繞過去的話，大概再走個10分鐘就能到了。建築的下方有一個巨大的天坑，我們現在要順着這條小道從這個崖壁走過去。這個地方這麼隱蔽，不知道當時是誰先發現這裡的。第一個發現這裡的人，會不會在這個洞裡面找到了某種寶物？這邊的崖壁上有水在滴下來，經過長時間的滲透，形成了一件天然的藝術品——鐘乳石。這樣看着還是挺漂亮的。從樹林裡走出來，這裡的視野非常的開闊。你們看那邊的山，就像無數條瀑布從山裡面流出來的，非常的壯觀。
這邊就好像一個觀景平台，地上有閃落着的冲天炮。哇，這裡就能看到那個洞了，它上面還刻有字跡“觀音古洞”。這上方的岩石一層一層的，十分有規律。走吧，我們現在過去看一下。不知道古人為什麼要把建築修到這個洞口裡面？他們當時是怎樣建造的呢？這些全是懸崖絕壁。哎，這间棚子裡面一直有水流出來，但是不知道從哪裡進去，就不进去了。我們接着往前面走。這邊還有一間小廟宇，是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。那土人生萬物，地可發千祥嗎？這裡是用鐵栅欄攔住的，不過還好可以打開，就是有一點重。哎呀，終於過來了。這地上還有一些灰，應該是在這裡燒柴火。這牆上都被燻黑了。這邊還有一個灶台，這灶台看就是剛修建沒多久的，上面都堆滿了柴米油鹽。這邊就是一張簡易的桌子，還有凳子，是用木頭做的凳子。完全就是就地取材的。哇，這裡竟然有水源！這裡有一口井，是從山裡面流出來的。不過這上面都發霉了，這水可以喝嗎？咦，這裡有一個音樂播放器，不過是靠太陽能的。上面還有2尊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。你看这个太陽能播放器，這首歌無訊循環。我的天哪，這裡好危險呀！要是沒有這個護欄的話，還是挺害怕的。看得出這裡經常有人來，所以說這個護欄看着也像是剛修建的，為了保護大家的安全嘛。哎，這廟宇裡怎麼沒有供奉神像和佛像呢？這邊也是空的，難道是被人盜了嗎？這個地方看他刷這個漆就能看出來，應該是剛修建的，是準備再請一些神像來這裡供奉，暫時沒有搬過來吧。這邊有2塊功德碑，萬古流傳。那邊好像寫着大清光緒341年，哇，這年代還是比較久遠呢。好像是有什麼楊茂松做夢了以後，夢到這裡有菩薩顯靈，然後召集當地的黎民百姓，然後軍資把這裡修建起來的。這旁邊好像是人的名字還是什麼呀？看得不是很清楚。大清光緒年間到現在，應該有200-300年了吧？這個地。哇，這邊更窄，還好有鐵鏈。這應該是當地村民修的，這些鐵鏈剛修建的搭建吧。因為來這裡玩的人太多了，這個地方現在在當地還是比較出名的。這外牆好像也是剛刷沒多久的，特別的嶄新。這個字好像是福字吧，上面還畫了荷花。我們看一下上面的楹聯：萬應靈通，大慈大悲，稱大士。這邊還有一生救苦
觀武、觀明，這個讀日還是讀月哦？觀音，兩面牆上都有畫。這邊的話是一個焚燒爐。哎，你看那邊，那是什麼？眼睛還會動，野生動物，好像小倉鼠一樣。嘿，應該是老鼠吧？洞裡面的老鼠，沒那麼大只吧？它剛才在動嗎？眼睛剛才眨了一下，看沒？不過去了，小心它傷人啊！好可愛呀！應該是雕塑吧？怎麼一動不動呢？只有眼睛在動，有點像那只小狐狸，對不对？這明顯就是老鼠嘛，山鼠。我們就不驚擾小動物了，到洞裡面去看一下。這個洞好像也沒有多大，也就10個平方吧。看一下供奉的是哪些。這裡面供奉的是觀世音菩薩，還有紅孩兒。旁邊那位呢是龍女。這上方還掛了一塊布，佛光普照。下方也有一塊，有求必應。我們再看一下這邊。這尊菩薩有好多只手，還有幾個頭呀，它是千手觀音。再看一下對面，這位菩薩呢手裡拿着2個小孩，他是送子觀音。這邊還有一位，他是出自民間之手，用木頭雕刻的。面部非常的慈祥，但是我很難猜出他的名字。哎，這牆上還掛了一個毛巾，還有一個刷子。這後面好黑呀！哎，就是一個洞，什麼也沒有。這下面應該是放了一些香和紙吧。看這邊也堆了很多的香。這裡還有一個木盒子。嘿，這裡還通電，牽的有電線。刚才我出來的時候，被那個小動物從那裡飛下去，嚇一跳。這裡是它留下的糞便吧？這座寺廟從外觀看的話是沒有100多年的，是當地的村民又把它重新修繕修建了一下，所以說看着非常的嶄新。哎，這個地方是怎麼留來的？剛才那個碑文上有記載，一個叫楊茂公的，他因為一個夢到菩薩在這邊顯靈了，然後又召集了當地的百姓，集資把這裡修建起來的。哦，對，那位叫楊茂公，他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嘛，就是夢見在這座大山深處有神靈的跡象。所以說，他就根據這個夢找到了這個位置，還號召當地的村民一起出錢，在這裡開洞修建。這座寺廟到現在應該有130年了吧？光緒年間，他們當時是怎樣用什麼工具來這裡修建的呢？這裡是200多米的懸崖。從我們剛才來的路了解到，全是那種深山密林，在密林裡面穿梭，很難想象他們以前來這裡修建還是挺艱難的。你看這邊也完全是懸崖，這個鐵欄都是當地村民剛修建的，因為看得出嘛，
非常的嶄新，以前肯定是没有这些護欄的。你看这裡還有一個太陽能板。不過我們再看這個寺廟修建的這個位置非常的好，既能遮風又能擋雨，是一個難得的風水寶地。好了，今天我們就分享到這裡吧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